的确没听过爱，但是他能一眼看穿小姐这武技的破绽，应该是很厉害的修武高手才对啊！该不会是血脉天河的人，还是他刚刚纯粹瞎编的，刚好蒙对了？紫裙女子很是认真的分析起来，此时就连她对楚风都是非常好奇了。她刚刚不是说也要修炼，不如我们去瞧瞧。黑裙女子道：好啊，小姐我们走。紫裙女子连连点头，随后紫裙女子手掌摊开，她手中有着大把的竹简，几乎每一层的竹简她都有。而此时高塔第一层，介羽也是走了进来。我刚刚看到姚洛了，难道灵山也在这？介羽问。是的，介羽少爷，灵山小姐正在修炼武技。老者道。想不到这个混世小魔王也来了。介羽眉头面露担忧，楚风不会遇到他吧？不会，灵山小姐是在24层修炼，而那位少爷最高只能到20层。老者道。那便好。介羽道。此时的楚风已经爬到了30层，倒不是说30层符合楚风的要求，而是30层已经是修炼武技的极限，再向上便是修炼结界之术与结界阵法的地方了。楚风将太古英雄剑握于手中，站在原地，紧闭双眼，而他的身前则是摆放着一排铜人。结界门一阵蠕动，两道身影走出，正是那黑裙女子以及紫裙女子。黑裙女子便是介羽口中的灵山，而紫裙女子则是灵山的贴身婢女姚洛。虽是贴身婢女，可实际上姚洛身份也不简单，她的家族在七界圣府也是有着极高的地位，她也是天才。而之所以能让她这种天才甘愿服侍同辈之人，自然是因为无论是身份还是天赋，灵山都极为利要得，他还真的是来修炼武技的。姚洛道。嘘。灵山将食指放在嘴巴前，示意姚洛不要大声喧哗。随后灵山更是轻步移到了角落，姚洛见状也是跟了过去。此时相比于灵山，姚洛眼中的期待反而更高，在他看来，能够如此短时间就给予他家小姐正确指点之人，必是极厉害的天才。小姐，你说他能修炼成功吗？姚洛暗中问道。之所以这样问，是他们知道这第30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灵山明明已是修武天才，可目前也只能在第24层修炼，楚风居然来到了第30层，若真的能够掌控此地力量，那足以证明他的修为极强。谁知道呢？等等看呗。灵山笑道。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楚风却站在原地一动未动，他怎么不动啊？姚洛不解，让本小姐瞧瞧。灵山说话间，眼眸竟变成了紫色，而以此眼眸再观楚风，灵山也是有些惊讶。他在吸收此处力量，源源不断的吸收。灵山道。源源不断的吸收，他能承受那么多？姚洛也是惊讶起来。此处为何寻常人不能修炼？就是因为此地力量有利于掌控武技，可强大的力量也需要极强的驾驭力，否则适得其反，很容易走火入魔。正常人都是控制此处力量进入体内的速度，可楚风竟反其道而行之，源源不断的吸收，这是要有多强的掌控力才行。这让姚洛的美眸之中期待之色更浓，他甚至都不再多言，而是静静观望。那乖巧的模样与初见楚风之时简直判若两人。时间飞逝，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。这1个时辰的时间，楚风始终一动不动，并且也已于半个时辰前停止吸收此处的力量。小姐，他该不会根本就不是在修炼武技吧？是不是在修炼特殊的功法？姚洛问道。感觉像是在修炼武技，不然拿个剑干嘛？灵山道。但他怎么不动啊？哪有这么修炼武技的？姚洛不解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周身气息涌动，气息外露了，他竟与你一样，也是一品半神。姚洛这话可不是在夸楚风，他之前如此期待，就是以为楚风修为极高，可一品半神的话，放在当今浩瀚修武界，只能说是还不错，但绝对不是顶尖，这可远远没有达到姚洛的期望。就在此时，楚风猛然睁开眼眸，同时手中长剑挥动，一道剑气飞掠而出，但下一刻消失不见，失败了。眼见着剑气消失，姚洛疑问，砰砰砰！可下一刻，并列站在楚风身前的数道铜人同时炸裂开来，原来是消失的剑气再度出现，并且同时出现数道，这便是9段尊劲猎影斩，不仅威力巨大，可同时攻击多个目标，还会有隐藏效果，出其不意，让对手防不胜防。两位姑娘怎么这么有时间，在这看我许久？楚风看向2名女子，他自然早就察觉到了这2位的到来。楚风对吧？你那武技是刚刚掌握的，还是在增进？灵山问。算是刚刚掌握的吧。楚风道。骗人，你怎么可能是刚刚掌握的？姚洛不信，他能感受到楚风刚刚那一击的威力有多强，比他之前见到的9段尊劲要强得多，必然已是大成。但是哪有人刚刚掌握武技就已知大成的？姑娘不信，就当做我是修炼已久吧。楚风其实是懒得与姚洛争辩，因为姚洛给楚风留下的印象并不好，而灵山则是美眸转动，若有所思。忽然他美眸睁大，看向楚风，难道说你是于内心进行演练，以演练至大成？看来这位姑娘是懂行的。楚风道。然而那姚洛却立刻撇了撇嘴，你就吹吧，于内心进行演练，直接演练到大成境，那是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以及对武技的掌控的，就算是在这塔内也不切实际。如果你几万岁了，我勉强还会信，你这个年纪骗鬼吧你。楚风根本不理姚洛，而是看向灵山，姑娘刚刚可有用我说的方法？说起来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你呢，因为你的方法的确有效。在下灵山，不知你是受谁邀请而来？灵山问。原来是灵山姑娘，我妈可以算是不请自来。楚风笑道。她来到此地的确是不请自来，若不是没有周氏老人给的断剑，恐怕根本没机会进入此地。不请自来，你倒是挺有趣的。灵山撇了撇小嘴，显然不信，因为他了解7界圣府，外人若无关系，不可能进入此地。对了，你可有修炼结界之术？灵山问。有。楚风道。是何境界？灵山又问。白龙神袍。楚风道。白龙神袍吗？听闻此话，那姚洛神色变化。楚风一品半神，但若还是白龙神袍，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，结界之术算是我擅长的，你刚刚指点了我，我也可以给你指点你，随我来吧。灵山此话说完，也不待楚风答复，便走入了结界门。哈哈，这丫头居然要教你结界之术。此时女王大人
哈哈大笑起来。结界之术方面，他可还没见过比楚风更有天赋的，而楚风也是有些无语，没想到这灵山看着很乖，竟也如此自信。你发什么乐？走啊！姚洛见楚风站着不动，不由问道：“我不需要指点。”楚风道：“你是不是傻？这是我家小姐要指点你，她可是灵山，你该不会没听过我家小姐大名吧？”姚洛问：“的确没听过。”楚风道：“你可真是没见识，居然都没听过我家小姐大名。那介冉卿大人，你总听过吧？”姚洛问：“当然听过。”楚风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被誉为是有史以来仅次于介冉卿大人的，所以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。”姚洛说话间，便走到楚风近前，抓着楚风胳膊，强行拉着楚风向结界门走去。拉扯楚风的时候，还抬头对楚风嫣然一笑：“对了，我叫姚洛。”楚风这才发现，这个丫头不仅态度变得快，还挺自来熟，而对方都如此盛情了，楚风倒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况且楚风已经听出来了，这灵山的身份应该挺特别，虽然自己的结界之术不需要他指点，但自己需要生命水晶啊，万一他有呢？于是也是踏入了那结界门之内。从结界门内走出，他们已是来到了31层。这层楚风来过，是修炼结界阵法的，而灵山就站在这里等着楚风。楚风，你布置阵法，我瞧瞧。灵山道。此时姚洛也是站到了一旁，美眸紧紧地盯着楚风，那眼神似乎也想给楚风一些指点。布置什么阵法？楚风问。都可以。灵山道。楚风大袖一挥，随手之间，一座攻杀阵法布置完毕。看着这座阵法，姚洛和灵山都愣住了。楚风虽是白龙神袍，结界境界不如他们，可正因为他们的结界之术强，也是内行人，所以他们更加知道楚风这随手布置的攻杀阵法是什么程度。短暂的愣神之后，灵山则是甜甜一笑，好险，差点就班门弄斧了。不过本小姐真的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，这样吧，你说你有什么需要的，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个人情还了。灵山对楚风说道，刚刚的是不足挂齿，所以不存在还人情这件事，但我来到这里其实是为了一件事，不知姑娘可否帮忙？若是姑娘可以帮忙，我可以给予报酬。楚风说道，你需要什么忙？说说看。灵山道，我需要生命水晶。楚风说道，生命水晶？你是要救人？灵山问，救我朋友。楚风道，这还真是有点为难我了。首先，生命水晶真的很珍贵，乃无价之物，并且它需要唤醒才可以使用。灵山道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唤醒。楚风道，你能唤醒生命水晶？听闻此话，灵山与姚洛的脸上都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我唤醒过。楚风说道，只是听闻此话，灵山却是笑着摇了摇头，旋即对楚风道，楚风，咱们有缘再见。话罢，随后便踏入了那道结界门之内。你可真是什么大话都敢说，唤醒生命水晶，你知道那是一件多难的事吗？姚洛则是看了楚风一眼，同样摇了摇头，似是在可惜什么，但也踏入结界门。看样子这丫头不会帮你了。女王大人道，无碍，本来也没抱有太大期望。楚风说道，第一层，介宇与那位老者还守在这里。当看到灵山儿走出之后，介宇神色顿时变得紧张起来，随后竟主动上前，山儿小姐，哪怕是他，竟也尊称对方为小姐。然而灵山儿就像是看不到介宇一般，便竟离去，连理都没理介宇。紧接着姚洛也是走了出来，他看到介宇也只是看了一眼，同样什么都没说，便向灵山儿追了过去，就仿佛连他也没有太将介宇放在眼中一般。不过对于这一幕，介宇显然早就习惯了，倒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看着那两人走远后松了一口气。但当楚风走出来之后，他顿时脸色又变了，这走出来的时间也太凑巧了，一种不妙之感自介宇心头升起，于是赶忙上前，楚风，你刚刚没遇到其他人吧？遇到了2位姑娘，她们应该刚走出去，你没见到吗？楚风说道。听闻此话，介宇则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才问，他们没难为你吧？没有啊，相处挺愉快的。楚风说道。相处愉快？难道你们还交谈了？介宇问。简单交流了一下。楚风道。我的妈呀，他们真的没为难你？介宇又问。没啊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难道那2位姑娘很不好惹吗？楚风问。何止不好惹呀，那个灵山可是我7届圣府的混世小魔王，我7届圣府所有小辈加到一起都没几个人敢招惹他。这句话介宇乃是暗中传音所说，为何暗中传音？自然是忌惮灵山不想被他听到，也不想传入他的耳中啊。那姑娘看着挺人畜无害的呀。楚风道。看着是人畜无害，但她做事可狠辣着呢。介宇道。她到底做过什么？楚风也被介宇的反应勾起了好奇心，介宇可不像是胆小之人，他都如此惧怕那灵山，楚风实在好奇灵山究竟做过什么。这个我不方便说，总之灵山你还是离他远点为好。介宇道。见介宇不愿说，楚风也不好多问。对了，楚风，你不是去修炼武技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介宇问道。修炼完了。楚风说道。这么快便休息了吗？那明天再来。介宇问。他是以为楚风是不想修炼了，想休息了，是修炼完成了，不用再来了。楚风笑道。修炼完成了，这么快？听闻此话，莫说介宇，就连那老者看楚风的目光也是有了些许变化。随后楚风与介宇2人便赶回了楚风与白云清休息的地方。可此时楚风与白云清所休息的地方居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那也是7届圣府的人，全部都是小辈，而为首是一个白头发的男子，他们气势汹汹，显然来者不善。而此时白云清也在，那白发男子以及身后众人与白云清已是对峙状态，2人都已释放出了结界之力，大有交手之势。林冲东，你在做什么？介宇还未靠近，便开口怒斥。随后楚风与介宇一同飞落而下，落在了白云清身旁。楚风大哥，不用你出手，我就能收拾他。白云清看到楚风，便立刻说道，你就是那个楚风？那为首男子认真打量起楚风，我再问你们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此时介宇则是再度问道，我做什么？自然是听说你被他们2个击败了，替你找回场子。不过你这什么情况？那为首男子说话间，看介宇的眼神也是颇为诧异，他又不傻，当然看得出介宇与楚风他们似乎关系不错。可这不对啊，
介宇不是被这两个人击败了，怎么还会这般友善？我需要你找场子吗？赶紧滚蛋！介宇冷声说道。如果说之前还无法确定介宇的态度，那么介宇此话说出，他们都明白了。介宇就是与楚风他们站在一边的。介宇，你脑子有毛病！我们好心来替你找回场子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骂我们！该不会是被这两个外人打服了吧？丢不丢人啊？为首的男子一脸鄙夷地看着介宇。介宇，你也太没骨气了吧！被两个外人击败了，已经足够丢脸。我们来替你出头，你居然还帮着他们说话，你还配做7届圣府的人吗？与此同时，其身后的众人也是对介宇进行斥责。然而，对于这些人的斥责，介宇也是丝毫不惧。可还不待他反驳，便有一道声音在天际炸响：你们的意思是，帮他们便不配做7届圣府的人吗？顺声观望，只见两道身影正御空而来，那竟是林珊与姚洛。珊儿小姐见到林珊，那些人赶忙施以一礼，面露敬畏。林珊飞落而下，看向他们：我今日要帮他们，那我还配不配做7届圣府的人？林珊问。听闻此话，那些人脸色巨变，就连介宇都是微微一愣，没想到林珊会帮楚风说话。珊儿小姐，我们不知道你与他们相识。那为首的男子赶忙解释。滚！林珊冷声道。听到这个棍子，那些人皆是吓得身体一颤，甚至连话都不敢再多说一句，便纷纷落荒而逃。哟，这小丫头还真凶，这可比介宇有威慑力多了。见此情形，女王大人笑着调侃起来：不是说有缘再见吗？楚风笑着问道。他觉得这丫头不像是特意来帮他的，更像是有事儿来，只是凑巧遇到了这一幕而已。是啊，有缘再见吗？但缘分来的就是这么快。林珊嫣然一笑，别说，笑得还挺好看。喏，这个给你。林珊走到楚风近前，将雪白的小手伸出，随后摊开，顿时光芒四起，是一道阵法浮现，而那阵法之内包裹着的，则是一颗生命水晶。姑娘，这是？楚风问。你不是需要它吗？林珊道。那姑娘要什么价格？楚风问。价格不是说了，这是还你人情的吗？直接收着吧。林珊说话间，将那颗生命水晶塞到了楚风怀中。见到这一幕，介宇都惊呆了。现在他相信楚风之前说的遇到林珊他们且交谈愉快这件事了。林珊竟然真有如此客气的一面啊！姑娘真是大方，那我便收下了。楚风嘿嘿一笑，对于这免费的午餐，楚风倒也没有拒绝。先不说楚风本来脸皮就厚，况且他的确太需要生命水晶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可以将它唤醒吗？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唤醒的。林珊美眸盯着楚风，我也想看看呢。姚洛也是面露玩味笑容。好，既然两位姑娘想看，那我便献丑了。楚风直接破除那阵法，随后生命水晶便光芒大盛，楚风的身上同样绽放起了耀眼的光芒。两位姑娘怎么样？楚风笑眯眯地问。你这就唤醒了？姚洛美眸瞪得溜圆，连嘴巴都是张得老大，在他的脸上分明写着4个字，那便是难以置信。对啊，难道有假？楚风问。这句话算是问到姚洛心里了。若不是楚风身上也散发着与生命水晶相同的光芒，他还真就觉得楚风所做的一切是假的。这也太离谱了！唤醒生命水晶那么繁琐的事，楚风怎么能如此轻易的就完成？这简直比喝水都简单啊！这完全打碎了他的三观。不过相比于姚洛的大为震惊，林珊的脸上则是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一颗生命水晶够吗？林珊问。不够。楚风道。这样我再给你2颗，但不再是白给你的，因为我欠你的人情已经还完了。林珊道。那姑娘你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楚风问。其实楚风心里清楚，像林珊这种身份的他什么没有，若要说起常规的宝物和资源，人家比自己富有多了。他既然愿意再给楚风2颗生命水晶，楚风觉得多半是需要楚风做事情，而不是要卖给楚风。你很聪明，需要你帮一点小忙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事成之后我都再给你2颗生命水晶。话到此处，林珊看向介宇。介宇，你明日古殿你也要参加吧？是，我也会去。介宇点头，在林珊面前，他乖的就像是一个下人。去的时候带着楚风一起。林珊此话说完，便看向楚风，甜甜一笑。楚风，有缘再见，不过可能是明天。话罢，林珊便御空而起。姚洛也是看向楚风，楚风公子，明天见了。话罢，他也是御空而起，向林珊追了过去，恭喜楚风兄。而介宇则是立刻向楚风道喜。介宇，那古殿是什么地方？还不待楚风开口，白云清便立刻问道。而楚风也是一脸好奇的看向介宇，要问古殿，你就先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介宇这句乃是暗中传音。楚风见状，意识到事情不简单，于是也是暗中询问，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屋里说。介宇先是扫视了一眼四周，哪怕四周无人，可还是转身进入宫殿内。进入宫殿后，介宇便取出一件宝物，催动宝物，便立刻释放出了一道极为强悍的隔音结界。楚风、白云清，这件事我说了，你们记在心里即可，可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起，否则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，因为这乃是我7届圣府不可外传之秘。介宇道。放心，我们绝不外传。楚风道。我也是。白云清也是点头。你们经过此地的试炼之地，若是细心，应该会发现此地有祖武戒宗的痕迹。介宇道。我们发现了，所以这里真的不是你7届圣府打造的？白云清问。当然不是，因为这里乃是神迹传承地之一。介宇道。神迹传承地，这真的假的啊？听闻此话，白云清的表情变得精彩。当然是真的。介宇道。我擦，这里居然是神迹传承地啊！真是想不到。此时，白云清变得异常兴奋与激动，就仿佛对他而言，这件事情如梦一般不真实。等等，神迹传承地是什么？楚风问。而楚风此话一出，介宇一脸诧异。楚风兄，你没听过神迹传承地？相比于介宇，白云清则是见怪不怪了，于是对楚风讲述道：楚风大哥，是这样的，远古时期修武与结界之术，经过多年传承之后，达到了顶峰。可是这远古时期之所以被称为远古时期，并非时代久远，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断层。关于出现断层的原因，有着多种猜测，而最受认可的
猜测便是，在远古末期有大劫降临，那大劫席卷整个修武界，导致无数修武者丧生。如今只有少数远古时期之人与生物传承至今，但他们却也大多没有了远古时期的记忆，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然这是题外话，重点是远古时期的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交集，并且在咱们这个时代初期，远古时期的人几乎是没有一点动静的，可谓消失的彻彻底底。这浩瀚修武界相当于经历了一次清洗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地面上是看不到任何生灵的，是经历漫长岁月之后才逐渐出现生命，人族与妖族的身影也才渐渐浮现。但这个时期的人族是没有修武根基的，就真的只是普通人，哪怕具有血脉之力，因为没有引导，也无法发挥出来。至于妖族，虽然力量强于人族，但也只是如同野兽一般，力气大一点罢了。不过众所周知，人族与妖族又重新掌握了修武之法以及结界之术，当然这不是自己领悟来的，而是从远古时期残留的遗迹以及物品中发现的。但想一下，当时的人族与妖族那么弱小，而远古遗迹大多有阵法封锁，能够得到的好处实在有限。不过有一些地方是不受限制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踏入，这些地方也有修武与结界之术的传承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些地方并不是远古时期的产物，他们的出现就好像是专门为这个时代的人准备的。这些地方从何而来，无人知晓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的存在为我们掌握修武与结界之术提供了极大帮助，因此这些地方被誉为神迹传承地。但是我听闻神迹传承地都已经消失了呀，莫非真如传闻一般，都是骗人的？神迹传承地根本就没有消失。白云清说完此话，看向了介宇，似是想寻求真正的答案。的确消失了很多，但也有少部分没有消失，只不过残存的这些都被各方势力占领了，并且不对外公开，所以也与彻底消失没有区别。介宇道，那这样说来，这里的神迹传承地是传承了结界之术的地方？白云清问，对，几乎可以确定，此地就是于这个时代最早出现的神迹传承地之一。它最早被祖武戒宗占领，后面被我七界圣府占领。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，无论是当初的祖武戒宗，还是现在的我们，都没有真正的破解此地。此地究竟有着什么，还无人知晓。也正因如此，此地乃是我七界圣府重中之重，外人是不可能踏入古殿的。所以，楚风兄弟，你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我是真的为你高兴。介宇看向楚风，那我们要去的古殿与传承之地有何关系？楚风又问，要说神迹传承地，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都是神迹传承地，但古殿位于神迹传承地的中心，且蕴藏着极为强大的阵法，因此便有传闻，古殿之内便掌握着传承之地的秘密。只是至今为止，只有一个人能够踏入古殿的最后一层，这个人便是介冉清大人。只是哪怕介冉清大人踏入了古殿的最后一层，却也未能解开古殿的秘密。介宇说道，连介冉清大人都未能解开吗？白云清有些意外，毕竟在他心中，介冉清可谓是无所不能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要去的古殿，介冉清大人进去过？楚风问。当然了，这里只有一座古殿。介宇笑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则是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他现在已经几乎确定，介冉清就是他的母亲，自己母亲踏入过的地方，自己现在也有机会踏入。这现在来看，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，可对于曾经的他而言，是遥不可及，想都不敢想的。这让他知道，他距离他母亲越来越近了。这个距离也是实力的拉近。此时，楚风感觉血液都变得滚烫。这个古殿，他一定要去，就算不是神迹传承地，可只因其母亲进去过，楚风便也想进去，说不定能够寻得其母亲的一些蛛丝马迹。只是此地如此重要，我真的能够进去吗？楚风在得知此地的重要性后，则是有些担心起来，害怕自己没有办法真的进去。实不相瞒，我曾和双羽大人提出过，让你随我一同去古殿，但被拒绝了。不过灵山他的分量可不一样，他的爷爷乃是当今七界圣府灵氏一脉之主，同时也是七界圣府的太上长老之一，而灵山自身天赋也是非常厉害。虽然如今在浩瀚修武界，他的名声还不大，但在我七界圣府之内，被誉为其结界天赋是仅次于介冉清大人的，甚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将来是一定会超越凌霄的。他若要带你进去，那你必然是可以进去的。介宇说道。就刚刚那个丫头吗？她这么厉害啊？那这个灵山和那个林墨儿有何关系？白云清问道。啊，灵山就是林墨儿的亲妹妹。介宇说道。这样啊，林墨儿我听过，据说也是一位年轻的天才，所以他的妹妹天赋还要在林墨儿之上。白云清问。是这样的。对了，林墨儿也来了，明天也会进入古界。介宇道。我擦，那还真是天才汇集啊！白云清叹道。古殿只有小辈能踏入吗？楚风问。倒不是，古殿不限年龄，但会根据踏入者的修为而决定难度高低。为了不增加难度，我们此行都是小辈。介宇道。所以我们此行实力最强的是林墨和灵山。楚风问。据我所知，灵山与我一样是蓝龙神袍，而林墨是紫龙神袍。不过此行还有另外一位紫龙神袍，叫做介州。介宇说道。介州没听过，不如林墨有名。白云清道。听闻此话，介宇笑了笑。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介州，介州的年龄的确比林墨和灵山大，但也是小辈，其天赋同样顶级，尤其是在这里，他的地位甚至比林墨与灵山姐妹还要高一点，因为他是预言之子。介宇道。预言之子？楚风与白云清皆是神色变化，眼中露出好奇之色。我先前不是说了，此地乃神迹传承地，至今为止无人能破解此地秘密，哪怕介冉清大人也不行。我七界圣府自然想得到此地秘密，毕竟这有可能是结界之术方面很厉害的传承，于是为此想尽办法，甚至做出预言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此地一直无法预言，直到介州出生之后才可以做出预言，而那预言的结果便指向了刚刚出生的介州。介宇说道。所以那介州是可以破解此地秘密之人？白云清问。秘密会因介州而解，预言是这样说的。当然预言之法并不可靠，但介州还是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，他所享受的资源乃是府内最顶级的，丝毫不比灵山姐妹以及凌霄他们差。介宇说道。
忽然，白云清叹息一声：“怎么了？”楚风问：“神迹传承地，若是我也能进去就好了。我倒是没有抱有能够破开此地秘密的希望，只是想进去见识一下，感受一下。”白云清道。听闻此话，介宇笑着道：“谁让你没楚风兄弟的魅力，能得到灵山认可呢？话说起来，我真的好奇，楚风兄弟是怎么得到灵山认可的？”介宇好奇地看向楚风，就只是指点了一下他修武。楚风道：“就只是如此。”介宇不太信，就只是如此。楚风道。且话罢，看向白云清：“明日你随我们一同过去，我问问能否带着你一起去。”真的吗？听闻此话，白云清顿时变得兴奋起来。可以吗？楚风看向介宇，正常来说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你开口的话，我可以破例带他一同过去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恐怕带他去了，也不会同意让他进去的。介宇道：“无碍，反正试试嘛。”楚风笑道：“对吗？对吗？反正试试嘛。”白云清也是说道：“可以的。”见状，介宇点头表示赞同。对了，介宇兄，久闻介冉青前辈大名，但从未见过，你可有介冉青前辈的画像？楚风问。我也想看看。白云清道：“你也没见过？”楚风诧异，毕竟白云清见多识广，虽然他也不可能见到本人，但见过画像应该不难。当然没见过了，介冉青大人不以真面示人的，所以少有人知道他是何模样。白云清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有些失望，本来还想着提前看看自己母亲长什么样呢，不曾想看看画像也是如此之难。而此时介宇则是得意一笑：“这你们就问对人了，我还真有介冉青大人的画像，而且保证是本人。虽然是闭关之前的，但对比现在应该差距也不会太大。”介宇得意地说道。且说话间，将一幅画卷取了出来，画卷打开，白云清顿时发出惊呼：“介冉青大人果然长得好美啊！如此容貌，如此实力，这天下间怕是没人能配得上他了吧？”而相比于白云清，楚风则是看得入神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母亲，所以对他而言有着一种极为特别的感觉。无论画中之人多么的美若天仙，多么的不染凡尘，可在楚风心中，她都是自己的母亲，因此有着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亲切感。楚风，你娘亲长得可真好看呢，比你和你父亲可好看多了，只是你更像你父亲，若是多继承你娘亲的容貌，那绝对是迷倒万千少女的美男子啊！女王大人表面是吐槽楚风，实则是在夸赞楚风娘亲，但这可不是尬吹。楚风的娘亲的确很好看，是那种很仙的感觉。如果说女王大人美在无与伦比的五官，更容易让人沉迷，那么楚风的娘亲则是胜在气质，仿佛不属于人间。楚风兄，忽然介宇开口，因为他发现楚风看这幅画卷的眼神不对，都已经看得入神了。哈哈，看来楚风大哥很喜欢介冉青大人啊，居然看得这么入神。白云清也是哈哈笑道：“别乱说话。”楚风怒视白云清，白云清被楚风吓了一跳。自从与楚风成为好友，楚风还是第一次对他展现怒意。楚风也是下意识的表现，毕竟自己的母亲，他不容许任何人开这种玩笑。可细细想来，白云清也毫不知情，这也怪不得他。于是赶忙收起怒容，且笑道：“白兄，我对于介冉青大人，我只有尊敬，而介冉青大人乃我辈楷模，以后可莫要再开这种玩笑。嘿嘿，楚风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对介冉青大人也很尊敬的，他可是我的偶像。不过我真不是对介冉青大人不敬，而仔细看来，我竟觉得楚风大哥与介冉青大人有着几分相像。你肯定没有介冉青大人好看，但是真的挺像的。介宇，你觉得呢？”白云清说话间看向介宇，听闻此话，介宇也是在介冉青的画像与楚风的脸庞之间来回扫视了几次，还真别说，还真有的有一些像。介宇也是有些诧异，真的像吗？能与介冉青大人长得相像，那可真是我的荣幸。楚风笑着说道，但心中却想，那可是自己的娘，怎么可能不像呢？但白云清和介宇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就算像，他们也完全没有向那个方向去想。毕竟天下家长得像的人多了，甚至还有完全没有任何血缘，但却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甚至最离奇的是，还有人见过没有血缘的一男一女，但却长成一个模样的事情。毕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而随后，介宇便将那幅画收起，旋即看向楚风二人道：“你们现在还记得介冉青大人的模样吗？”这话问的，我们不是刚刚看过介冉青大人的画像，怎么可能不记得他的模样？白云清此话刚刚说完，便愣住了。我擦，咋回事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介冉青大人的具体模样了？而楚风尝试了一下，竟也会想不起其母亲的样子。越是用力想，便感觉越是模糊，就好像脑中有一团阵法一般，必须将其破解，才能想起其母亲的模样。但是这阵法都是飘忽不定的，要如何来解？是阵法，这画纸本身就是一件宝物，此宝物经过阵法处理，便会有这种效果。除非你们是真龙界灵师，否则很难记住介冉青大人的模样。介宇笑道：“好家伙，一幅画卷还动用如此手段，7届圣府对介冉青大人的保护，还真是到了极致啊！”白云清笑道：“呸，保护个屁！明明是囚禁！”女王大人骂道：“毕竟世人不知真相，可他与楚风却是知晓的。”而楚风则仍在认真回想，他想破开那阵法，想记住自己母亲的模样。介宇看着楚风那认真的模样，似乎察觉到了，于是笑道：“楚风兄，看来你很喜欢这幅画，我将它送与你吧。”介宇说话间，将这幅画收起，递给了楚风。“真的可以吗？”楚风问。他看得出来，这幅画对于介宇而言也很珍贵。实不相瞒，其他人我还真不会送，这是我花费很大力气才得到的。这幅画不仅是用至宝所画，还是念青大人亲手所画。介宇道。听闻此话，白云清顿时惊呼起来：“念青大人亲手所画，那可真是价值不菲啊！”念青大人，而楚风则是目露茫然。楚风大哥，不会连念青大人是谁都不知道吧？白云清笑道：“不知。”楚风摇了摇头：“念青大人
就是介念清啊，也是介冉清大人的母亲。白云清道：正是。介宇也是道：好家伙，那不就是你外婆吗？女王大人道。而此时楚风则是心中一阵复杂。正常来说，自己的外婆也是亲切之人，但楚风不知道，在自己母亲这件事上，他的外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我能感受到，楚风兄，你对介冉清大人的尊重，再加上之前的事，就当做我为当初的不敬，向你致歉了吧。介宇道：之前的事早就过去了，但是我确实很想要这幅画，那便多谢介宇兄了。楚风将自己母亲这幅画收了起来，随后介宇便与楚风二人又讲述起了关于古殿的一些事。楚风二人得知，其实他们踏入古殿不仅仅是为了解开此地的秘密，古殿本身也是一处极佳的历练之地，并且得到的好处可比他们之前所去的历练之地还要多。而历练的方式虽有不同，但却也有相似之处。比如明日他们需要在古殿门口领取一个容器，而那个容器便是用来承载修炼资源的。得知此事，白云清更想前往了，因为他原本已有突破之感，并且也尝试突破，但却感觉缺少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未能突破成功。若是古殿他也能进去，白云清则感觉自己多半便可以突破成功，一举踏入紫龙神袍了。次日，介宇如约而至，带着楚风与白云清一同前往了那所谓的古殿。跟随介宇行走，他们才发现此地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明明古殿就在此地的中间区域，可以他们的速度竟也是行走了许久才到达。终于在一片云层之间，他们看到了那古殿。古殿乃是一座浮空宫殿，没有散发任何光芒，也不是特别的巨大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充满古朴与神秘的气息。眼下古殿门前已是聚集了不少人，还在远处，楚风便看到了灵珊儿，而灵珊儿的身旁不仅有摇落，还跟着一名与灵珊儿有着几分相似的女子。不用他人介绍，此女自然便是林墨。而眼见着介宇带着楚风二人靠近，七界圣府众小辈的目光也是投了过来，有人诧异，有人意外，但更多的却是敌意。珊儿小姐，我将你要的人带过来了。介宇飞落下后说道，因为他们这些小辈是以林氏还有介氏分开站立的，所以当他将楚风与白云清送过来后，他便退回到了介氏那边。这位公子便是楚风吗？林墨也是第一时间将目光投向了楚风，显然事先他已经知道楚风是谁了。楚风，这位是我姐姐林墨，我们今日一同进入古殿。林珊儿介绍道。楚风拜见林墨姑娘。楚风客气的施以一礼，幸会楚风公子。林墨也是笑着回敬一礼。见此一幕，林氏众人皆是不解，不明白这两位高贵的小姐为何要对外人如此客气，但却也只得私下议论，不敢当面询问。介宇，这两个人是谁啊？介氏这边倒是有人直接对介宇询问起来，他们两位乃是我七界圣府的客人，那个楚风天赋极佳，所以珊儿小姐邀请他来参加古殿之行。介宇说道。什么一个外人也配进入古殿？听闻此话，介氏这边的众人顿时有了意见，但却也只是敢私下发出牢骚，没有人敢去对林珊儿表达不满。两位姑娘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公子请说。林墨说话的时候都是面带笑意，相对比之下，他甚至比林珊儿都还要和善一些。这是我兄弟白云清，他乃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，我们二人关系极好，不是亲兄弟，但胜似亲兄弟，所以此行我想。楚风话未说完，林墨便抢先道。楚风公子想带着这位白公子同行，是不知道方便否？楚风道。当然。林墨点了点头。见此情形，白云清与楚风皆是面露喜色，而介宇则是感到意外，没想到对于这样的要求，林墨竟然也会答应，这可不行。可就在此时，介氏这边却有一名男子大喊一声，那也是一个小辈，且具有蓝龙神袍的实力，我邀请朋友，要你同意。林珊儿将目光投来，极其冷冽，那位明显怕了，根本不敢与林珊儿对视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林墨。墨儿小姐，外人进入古殿，这不符合我七界圣府的规矩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外人怎么能进入呢？那位介氏男子说道，但也不是斥责，更多的是在商量。我已经与双羽大人说过了，他的意见是只要诸位没有意见即可，所以你们是有意见吗？林墨儿道。他的语气是和善的，是在与众人商量，没有一丝威胁的，除非你过分。而他这样的态度自然会助长一些人的气焰。我当然有意见，我七界圣府的秘典岂能由外人踏入？那男子话到此处，头像界是众小辈诸位，你们说呢？说的对，我们也不同意。此时竟真有着一些小辈给予附和，虽然只是一小部分，但这却也是让林墨眉头微微皱起，泛起了难。吵什么呢？可就在此时，忽然又有几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来者的修为皆是不弱，最弱的都是蓝龙神袍，而为首的男子乃是紫龙神袍。介宇的暗中传音映入楚风与白云清的耳帘，他就是介州，而刚刚说话的也正是这位介州所说。介州少爷，你来的正好，墨小姐与珊儿小姐他竟要邀请外人进入古殿。介州刚刚落下，便立刻有介氏众人上前为介州讲述情况，而得知情况后，这介州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反应，反而是微微一笑，旋即走上前来，在下介州，幸会楚兄与白兄。他竟主动对着楚风二人施以一礼，人家身份不凡，且还以礼相待，楚风自然也是回以一礼。随后介州看向林墨与林珊儿，既然是你们邀请的客人，我们介氏这边没有意见。介州此话一出，介氏这边刚刚反对的人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，但却无一人敢再说什么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介州的地位还是很高的。其实林氏那边也有很多人是不赞成的，只是从始至终都不敢说话。眼见着介氏这边都同意了，他们那边自然也是不敢再说什么了。这个预言之子人不错呀，白云清暗中夸赞道。此时的他可谓是喜出望外，本来没有抱有太大期望的他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够踏入古殿，目前来看是不错。楚风也是笑了笑，随后林墨与介州分别取出一把石头制成的钥匙，将那钥匙放在古殿门口前的一座雕像之上，催动钥匙，雕像顿时光芒大盛，化作了一道阵法。介州与林墨被那阵法覆盖，雕像嘴巴张开，便有两道似是桃核一般的容器飞掠而出，分别飘向了介州与林墨，但二人的容器却有区别，虽是桃核形状，可材质却并不相同。林墨的那个乃是银质的，
且散发微微荧光，而介州的那个乃是精致的，且散发的光芒则是更为强盛，无论是材质还是光芒，无疑介州的品质都要更好。介州与林默拿到此物后，其他人便接连上前。林珊也拿到了一个金色光芒的陶壶，其品质并不弱于介州，但光芒却弱了一些。不过楚风注意到，林珊踏入那阵法的时候，气息融合并不顺畅，其他人可能看不出什么，可楚风身为秦九大人的传承者，他看出了端倪。那丫头故意封锁了自己，不然得到的器具应该更好。楚风说道：“这丫头为何要这样做？”女王大人不解，我也不知，可能是不想暴露太多。但，那你说我用不用也隐藏一些？楚风问。你隐藏什么呀？这里可是七界圣府，你就是要打他们的脸，不仅不能要隐藏，还要实力外露。实在不行，咱们转身就跑呗。你不是还有神鹿撑腰呢吗？怕什么？女王大人道。好，依你。楚风笑了笑，他本来想隐藏，自然是不想引人瞩目，毕竟树大招风啊。但他也觉得女王大人说的很有道理，所以决定采取女王大人的决定。接下来，其他人陆续踏入其中，而介宇则是拿到了一个铜制的陶壶，但介宇还算不错的了，其他人大多数都是铁制的，甚至有的人拿到的真旧的只是陶瓷制成的普通陶壶，莫说连一点光芒都没有，甚至看上去都不太坚固。终于轮到了楚风与白云清，身为外人，他们只能排在最后，但楚风与白云清多是跃跃欲试，毕竟他们知道那容器就是用来储存修炼资源的，自然是容器越强越好，他们也都想知道自己能够拿到什么样的容器。而当他们踏入之后，那石像居然微微颤动了一下，这一颤动让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，尤其那介州眼中竟露出了一抹担忧。随后石像大嘴张开，吐出了一个银质的陶壶，飘向了白云清。只有一个，莫非那个楚风没资格踏入古殿吗？什么天才，不过如此。见此一幕，众人议论纷纷，其中不乏贬低之音，就连林珊与姚洛也是目露不解。他见识过楚风的天赋，连生命水晶都能如此轻易唤醒的人，怎么可能连古殿的踏入资格都没有？况且一般来说，这雕像都会同时突出2个容器，怎么这一次只突出1个？与此同时，更多的人开始发出讽刺的笑声，哪怕林氏那边也有不少人幸灾乐祸，他们本就不希望楚风踏入，现在这个结果则正是他们想要的。而相比于他人，那介州脸上的担忧之色则是立刻消散，取而代之的乃是一抹释然的微笑。而就在此时，那雕像嘴巴之中光芒大盛，紧接着有黑色气焰从口中飘出，仔细一看，那竟是一个黑色陶壶。这陶壶的材质很难说清，有些诡异，但无疑是坚不可摧的。陶壶本身没有散发光芒，但却有着一重黑色气焰缠绕，那气势宛如至宝降临。而就在陶壶出现之后，雕像竟然动了，他竟然看向楚风，来者何人？叫何名字？那雕像竟然开口说话，这一幕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，甚至许多人都感觉难以置信。晚辈楚风。楚风道。听闻此话，那雕像的眼中竟然并射出2道金色的光芒，2道金色的光芒如笔一般，在陶壶上面刻下了2道符咒印记，但仔细一看，那分明是2个特别的字体，正是楚风2字。而后那陶壶才飘向楚风。见此一幕，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，哪怕林默儿也是被惊住了，唯有林珊与姚洛上还算淡定的，但他们2人脸上却也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黑焰陶壶，雕像问话，金光刻名，这件事他们不是没有听过，之前也发生过，但只发生过一次，那便是介冉清大人的那一次。而也正是那一次，介冉清大人到达了这古殿的最后一层。小姐，这楚风还真是厉害啊！姚洛笑眯眯地说道。不厉害，我会请他吗？林珊也是得意地笑了笑。不过相比于激动的林珊与姚洛，那介州可就没了之前的和善。他尽管极力掩盖，可仍难掩脸色之阴沉，甚至他的身躯都在微微颤动，仿佛动了滔天怒火。怎么回事？是出错了吗？这个外人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器具？七界圣府的许多人议论纷纷，尤其是介氏的人，对于楚风所得，他们并不服气，第一反应便觉得可能是出现了碴子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，出什么错？这么多年了，可见此地出过错，承认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？林珊怒声说道。而他一开口，那些人倒是闭上了嘴巴。林珊有威慑力是一方面，但是仔细想来，他们也都觉得林珊说的在理。这么多年，此地的确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，可若是真本事，那这楚风岂不是真的是一个天才了？可哪怕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却也只有少部分人对楚风刮目相看，更多的仍是敌视。七界圣府之人为何高傲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天下间最厉害的界灵师都在七界圣府，他们身为七界圣府之人，骨子里流淌的便是最强界灵师的血，外人皆是废人罢了。可现在一个外人在这雕像面前所得到的认可竟在他们之上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不爽，便是为自己找借口。这不仅是自负，而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天然反应。外人就不该比他们强。楚风兄可真不简单，难怪珊儿妹妹会将楚风兄请过来帮忙。此时介州开口，他虽然面带笑意，看似和善，可脸色却有着一抹铁青之色。这个家伙脸都变青了，还在这强颜欢笑，一看就是一个伪君子。女王大人道。对此楚风不可置否，他自然也看出了介州的古怪。介州，你还真被说，有楚风在，这一次我们姐妹的所得到的修炼资源，可能真的会超过你们。林珊儿倒也不谦逊，而是很自信地对介州道。此地本就是历练之地，若是珊儿妹妹能够获得更多修炼资源，那乃是七界圣府之幸，我也替你高兴。介州笑道。呸，真假？女王大人骂道。而林珊儿倒也没有说话，她似乎也不太喜欢这个介州。既然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便进去吧。林默此话说完，便看向楚风。楚风公子，请随我来。林默此话说完，楚风早就注意到这古殿有着10几道大门，林默则是走到了最左边那一道，至于介州则是走向了最右边那一道，其他人则是向另外的入口走去。他们似乎早就分好了入口一样，都是目标明确。你跟过来干嘛？你去第5道。忽然姚洛对白云清说道。姑娘，我想与我楚风大哥一起。白云清道。不行，这里平时只能3个人，算上楚风已经多了一个，再加上你就是5个了，会增加我们破关的难度的。姚洛道。姑娘，我可是蓝袍界灵师，有我在，
只会是你们的助力，绝对不会是负担。白云清为了证明自己，说话间将自己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，可姚洛却是不以为然，依旧态度坚定，叫你去第5道就去第5道。姚洛姑娘，让白兄与我们同行吧，我保证他不会是负担。楚风说道。面对楚风，姚洛的语气倒是柔和了许多，甚至有些委屈。楚风，不是我不让他与我们同行，而是真的不行的。可就在此时，那林墨儿却是开口了，无碍，白公子便也与我们同行吧。小姐，姚洛本还想说什么，诺儿。此时林珊儿也是开口，见此情形，姚洛才没再多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界州他们所在的最右边的入口也只有3个人，而其他入口则是人数较多。界宇，你此次与我同行吧。忽然，界州对界宇说道：“界州少爷，不必了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就不去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界宇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此次你与我同行。”界州此话说完，看向身旁的一个人：“你与界宇替换。”听闻此话，界州身旁的人虽不情愿，但却只能照做。见状，界宇也只能来到了界州身旁。那家伙在搞什么鬼？是想向界宇打探你的情况吧？该不会是要对付你？女王大人道：“多半如此。”楚风也觉得这界州可能是要对付自己，毕竟预言之中，界州是能够破解此地秘密之人。今日风头被楚风抢了，自然心中不爽。别看他表面客气，可能心中已是将楚风列为敌人，但楚风倒也无所谓。这种事情楚风早就习惯了。若无人妒势庸才，楚风就是那个走到哪里都容易招来他人嫉妒之人。可这也验证了楚风的优秀，唯有优秀之人才会被人视为肉中刺眼中钉。随后，楚风便跟随林墨从最左边的入口踏入古殿。刚踏入古殿，楚风便感觉有一股阵法力量从他们5人身体扫过，紧接着他们前方的长廊都是出现了阵法力量。虽然表面看没有什么，但实际上那长廊以及深处都发生了些许变化。这入口也有说法。楚风问：“是，每个入口所暗藏的关卡都是不一样的。正因如此，不同的入口闯关的难度也会有不同，可得到的收获也会不同，并且有的入口会有人数限制。刚刚洛儿不想白公子与我们同行，也正是因为我们平日都是3人从此入口进入，人数多出，难度也的确会增强。此事倒也不怪洛儿。”林墨说道。而见他只是话到此处，姚洛则是忍不住补充道：“界州因为是预言之子，所以他进入的那个入口虽然难度不低，但却也是7届圣府最为熟知的，所以得到的好处最多。他每次与我们一同进入古殿，都能得到最多资源，并非是他真的比我们2个小姐强，不过是入口的便利罢了。”姚洛愤愤不平。听到这里，其实楚风很想问自己母亲是从哪个入口进去的，但是想了一下，万一这种事不能外传，那他问出来就等于是把界宇卖了。于是楚风便没有问，反正都进来了，这个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无碍，这一次我们有楚风帮忙，必然能更进一步。林珊儿倒是自信满满。且说完此话，看向楚风：“楚风，这里前面的关卡我们都十分熟悉了，所以无需你们出力。但是后面有一关，可是困住我们许久，那里需要靠你。”林珊儿道：“什么样的关卡？非要我楚风大哥才行？”白云清好奇地问。谁曾想，林珊儿根本没理白云清，而是看向楚风：“你就不好奇我为何找你？说说。”楚风道：“那个关卡需要武力与结界之术同时掌握才行，并且都要很强。”林珊儿说道：“这便是你苦练那武技的原因。”楚风问：“是。”林珊儿说话间便大袖一挥，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勾勒出了一个图纸，那上面乃是一个关卡的图纸。这就是那一关，每次只能1个人挑战，只有1次机会，失败便不可再继续。之前都是我来破，但我都失败了。虽然修炼成了那武技，但我依然没有把握，所以这一次决定让你来。林珊儿道：“可以，我到时候试试。”楚风说道：“你不仔细看看吗？”姚洛问。因为他发现楚风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，便将目光挪开了。已经记住了，你可认真点，我的2个小姐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呢。姚洛道：“诺儿。”见状，林墨儿示意姚洛不可多言，随后看向楚风：“楚风公子，本来我们也都无法通过那一关，所以你不要有压力，就算无法通过也是无碍，我没有压力，我会全力以赴。”楚风微微笑道。随后他们继续前行，很快便遇到了一道关卡，那是一座大阵，封锁住了前行的道路。林墨儿与林珊儿还有姚洛3人同时出手，林墨儿与林珊儿为主，姚洛为辅，3人配合默契，经验十足。可是很快，楚风察觉了不对，他们3人竟开始有些吃力，很快被困在了阵法之中。见状，白云清赶忙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开始帮忙。可哪怕白云清出手，竟也无法破开那阵法，他们4人都被困在其中。眼见不妙，楚风则是身形一跃：“楚风，你修为太弱，别进来。”察觉到了楚风动向，林珊儿赶忙开口制止，然而楚风却根本不听，直接踏入其中。紧接着释放出结界之力，便开始布置阵法。而楚风这一布阵，林墨3人顿时傻眼了。楚风明明是白龙神袍，可是布置的阵法力量却堪比蓝龙神袍。楚风这一出手，那困住林墨等人的阵法立刻出现了破绽，几人联手之下，很快将那阵法破解。而阵法破解之后，便化作无数光点，分别飞入楚风等人的容器之中。那光点便是修炼资源。楚风公子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是隐藏实力了吗？林墨看向楚风，虽说刚刚的他们都施展了全力，但林墨等人却都能察觉到，楚风才是破阵的关键。若没楚风，就算他们可以破阵，但也不会这么容易。可楚风明明只是白龙神袍，为何能布置出如此强横的阵法？除了隐藏实力，他想不到另外的可能。我大哥可没隐藏实力，他就是如此逆天。白云清说道。白龙神袍真可不堪比蓝龙神袍之阵。姚洛也是发言，语气中有着难以置信：“你们怎么也看不起人了？”白云清道：“白公子，我们并未看不起楚风公子的意思，只是这实在不合常理。”林墨解释，还说不是看不起人，凌霄不是也可以如此吗？怎么你7届圣府的凌霄可以，便是合理，我楚风大哥这样便不合理了。白云清道：“他可是早就听闻凌霄的结界战力可逆战1品，而结界若不是伤人，而是用来破阵，也可逆战2品。”见白云清这样说，林珊儿对楚风问道：“所以楚风，你也有太古神水？太古神水这是何物？”楚风问：“没什么。”见状，林墨赶忙道：“且看了林珊儿一眼，
示意其不要再说，但林珊却不以为然，便道：“哎呀，姐姐，楚风又不傻，我都说出来了，我就算不继续说，他肯定也能猜到。”话到此处，对楚风说道：“凌霄的确可以在结界之术基础上提升1品战力，结界之术破阵的话，可以提升2品战力，但是靠着太古神水的力量，还有这种东西，我居然都没听闻过。”白云清也很意外，你没听过也正常，太古神水乃是各方势力联合在一座太古遗迹所得，太古神水极其稀少，所以各方势力应该只会拿来培养最顶尖的天才。我七界圣府目前只有凌霄有这个待遇，除非有人能够超越凌霄，否则也不会得到太古神水。林珊道：“这是不可外传之秘，两位公子就当做没有听过，否则可能会招来祸端，因为各方势力以及那些天才都不会承认这件事的。”林默尔补充道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倒是我误会了，你们的确没有看不起我楚风大哥。”白云清尴尬地挠了挠头，所以楚风公子没有借助外力，且的确是白龙神袍，但却可在破阵之时所布置阵法，堪比蓝龙神袍。林默尔再度问道，他很想确定这件事，因为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。对，我楚风大哥可是真材实料，没有借助任何外力。不止如此，我楚风大哥的结界战力也是堪比灰龙神袍。白云清道：“真的假的？那不是与使用了太古神水的凌霄一样了？”姚洛问：“楚风大哥，你给他们展示一下，不然他们不信，搞得好像我吹牛一样。”白云清嘿嘿笑道，见他们对楚风刮目相看，他也觉得他很有面子，甚至他比楚风本人还要开心。白兄倒是没有说谎。楚风说话间，结界之力再度释放，这一次展现出了战力，真的可以感受到楚风的结界战力。林默尔顿时目光复杂，若有所思起来，而林珊儿也是面露惊奇的笑容，显然楚风又让他。楚风公子，你也太妖孽了吧，你是师承何处啊？怎么之前从未听过？姚洛更是凑到楚风近前，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明亮之色，他对楚风表现出了十足的好奇，甚至有些崇拜了。师尊不让我透露，姚姑娘莫介意。楚风说道，还挺神秘。姚洛不仅没生气，反而笑得更甜了。他现在对楚风的态度，比之初次见面，绝对是判若两人。这丫头看上你了。女王大人笑道，不用女王大人说，楚风也看得出来。姚洛现在看自己的眼神都是炙热的，这丫头明显是一个慕强之人。她是在见识到楚风的天赋之后，逐渐沦陷的。她也是界灵师，深知能不靠外力具有如此实力是怎样可怕的天赋。我们继续赶路吧。楚风说道。随后楚风几人便继续赶路，转眼间便又遇到了新的关卡。这一次五人直接联手，有楚风的助力之下，很是轻松便破开。但他们都知道，若是没有楚风将很难，所以林默便直接将自己破阵的经验告知楚风，也是将接下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楚风身上。接下来的所有关卡几乎都是如此，五人联手可以不用费太大力气便破开，但楚风却是毋庸置疑的主力。转眼间便来到了林珊儿之前所说的那一关，那是一座大殿，大殿有着一道阵法，阵法之内有着2个石人，一个唯有结界之力可破，另一个唯有武力可破，而大殿周围再是有着诸多结界机关，想破此阵只有一个人可以踏入，且只有一次机会。关于此关的阵法图你都看过了，我猜测关键点就是击败那2个石人，并且要越快越好，拖得越久便越难，因为时间越久，阵法内的机关启动的便越多。哎呀，其实我想我也不用我多嘴的，因为我都是失败的经验。楚风，我们此次收获能否超越界州，可就都靠你了。林珊儿笑着说道，无碍，交给我。楚风亮出太古英雄剑，直接踏入其中，刚刚踏入便睁开眼眸，恶狠狠地看向了楚风。与此同时，沙漏也开始流动，那是时间之内，楚风若不能将2个石人击碎，便失败告终。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可那2个石人刚刚苏醒，林珊儿与林默还有姚洛便皆是神色大变。那结界之力的石人修为达到了灰龙神袍，而那武力的石人则是更加离谱，修为竟达到了4品半神。可楚风的修为明明只是1品半神啊，这要怎么打？就在3人以为楚风要失败之际，只见雷霆涌动，随后楚风直接出手，结界之力与武技之力同时释放而出，分别掠向2个石人。2声轰鸣同时炸响，那2个石人也是同时碎裂。随后整座大殿隆隆作响，那殿内阵法开始崩碎瓦解，随后化作大量的光点，分别飞向5人的容器之中。这道他们迟迟无法通过的关卡破了，但他们3人的脸上却是没有狂喜，而是目瞪口呆地望着楚风。他们都能看到楚风周身雷霆涌动，不仅是雷纹、雷霆铠甲，还有雷霆羽翼。仔细观察之后，3人才缓过神来，他们终于知道为何那10人的修为是4品半神了。明白之后，那林珊儿与姚洛发出狂喜般的尖叫，冲向了楚风，激动的手舞足蹈，就连那林默儿也是笑着摇了摇头，看来还是小瞧楚风公子了呀。楚风，你这家伙是怪物吧？林珊儿看着楚风又蹦又跳，那激动的模样尽显纯真，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发现了一个宝藏，甚至让楚风忍不住再度去想，这真是介于口中的混世小魔王吗？小姐，这家伙肯定是怪物。姚洛也在一旁笑得喜笑颜开的附和，虽然是在跟林珊附和，可一双眼睛却一直盯着楚风，且眼中有光。你们2个差不多得了，不然2位公子还以为咱们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。此时林默儿笑着开口，可不没见过世面吗？姐姐，你见过这样的人吗？这家伙的天赋才是真正的妖孽啊。林珊问。楚风公子的确当世绝伦。林默儿道，老实讲，被7界圣府的天才如此认可，楚风的心中也是有着别样的满足感。不因别的，只因他们3人不是寻常天才，乃是7界圣府的天骄。毕竟7界圣府可是将自己视为耻辱，才会将其母亲囚禁，而他与其父亲更是直接被7界圣府判了死罪。为何如此？只因他们不是7界圣府的界灵师，便觉得他们玷污了7界圣府的血脉，这何其霸道，何其荒唐！而楚风总有一日要让7界圣府知道，他楚风到底有没有玷污7界圣府的血脉。不原谅7界圣府，这是楚风的事，但要让他们明白，楚风绝非废物，是另外一件事。2位姑娘，你们再这样，我怕是会以为你们喜欢上我了。楚风开玩笑的说道。哟，楚风，你脸皮蛮厚的，
就算你再天才，本小姐可却也没那么容易喜欢你。对于这个玩笑，林珊撇了撇嘴，但脸上的笑容不仅依旧在，且反而更浓了，因为她也知道楚风只是玩笑罢了，毕竟气氛都到这了，开个玩笑很正常。况且他也看得出来，楚风是一个不受拘束之人。可是相比于林珊，姚洛的脸颊竟然红了起来。洛儿，你咋回事？你的脸怎么红的跟猴屁股一样？你不会真的喜欢楚风吧？林珊指着姚洛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没有，小姐你莫要乱说。姚洛双手捂着脸，头都不敢抬了，还说没有。林珊更是满脸坏笑，他是了解姚洛的，他知道姚洛的脸红绝对是有所缘由。好了，别闹了，两位公子，你们先过去吧，我刚好想到有一些家族的事情要与珊儿、洛儿交代一下。林默儿道：好，那我们便先过去了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带着白云清向通往下一道关卡的结界门走去。可此时林默儿却似想起了什么一样，赶忙道：对了，两位公子，我们虽只走到了此地，可是我们母亲还有介冉清大人却都走过此地。介冉清大人，你是说介冉清大人也是从咱们踏入的入口走进来的？楚风问。是。林默儿点头道。这要巧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心中窃喜，没曾想自己走的入口竟刚好是自己母亲走的。当年介冉清大人还年少之时，便曾多次到此处历练探索，并且我也不妨告诉楚风公子，介冉清大人曾走到了这古殿的最后一层，他至今也是我7届圣府唯一一个走入过古殿最后一层之人，而那时我们的母亲也有陪同，虽我母亲未能到最后一层，可却也并未止步此关。林默儿又道：默儿小姐突然提及此事，是有何指示吗？楚风又问。林默儿之前从未提及此事，可此时突然提及，楚风觉得必然是事出有因，因为我母亲与介冉清大人都曾到过后面的关卡，所以我想告诉你们，后面关卡我们虽然没有走过，但却知道如何通关。那岩壁上的内容，你们不要去看，否则会影响你们心神，轻则陷入幻境，重则走火入魔，是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林默儿嘱咐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双眼微微眯起，旋即笑道：好。但紧接着楚风又问：既然这个入口介冉清大人曾踏入过最后一层，那为何介州他们不从这个入口走？楚风实在不解，毕竟他已知道介州乃预言之子，既是预言之子，最有资源都应该给他才对。介州他其实并非寻常之辈。随后林默儿也是为楚风讲述起关于介州乃是预言之子之事，并且讲述了关于那个预言的更多细节，其中有一条便是介州不可走他人踏过之路，而这个入口介冉清大人既曾经到达过最后一层，那自然而然的介州想成功便不能再走这个入口。原来如此，明白了。楚风笑了笑，旋即便走向结界门，但转身之前，楚风却看了林珊儿一眼。楚风与白云清穿过结界门，浮现在眼前的乃是一个岩洞，岩洞有2条路可走，都是结界门，而在岩洞正中间，果然有着一面巨大的石壁，石壁上面刻画着复杂的符咒纹路，身为界灵师都看得出来，这符咒纹路上面应该是藏着内容的。好复杂的符咒，正常人都会仔细观察吧，这种陷阱可实在太过阴险了一些。白云清只看了一眼，便不由发出感叹，而楚风则是直接动用天眼，在那岩壁上面认真观察起来。楚风大哥，那默儿姑娘不是告诉我们不可观察这岩壁吗？白云清满脸诧异，可楚风却示意他不要说话，随后认真观察。片刻之后，楚风大袖一挥，直接布置了一层隐藏结界，将他与白云清都覆盖了起来。楚风大哥，你这是？白云清的神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。随我回去，你应该就明白了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向刚刚的大殿行去。白云清虽不解，但也不傻，顿时明白事情可能有所猫腻，于是也是紧随而上。二人穿过结界门，再度回到了那座大殿。因为楚风的隐藏阵法十分厉害，还要在寻常的阵法之上，所以哪怕林默儿是紫龙神袍，却也是毫无察觉。不行，刚刚进来便听到林珊儿面露怒色的大吼了一声，而姚洛则是站在一旁，双手紧握裙子，一脸紧张，却不敢多发一言。珊儿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林默儿道。这就是你骗楚风他们说那岩壁不可观察的原因，你从一开始就只是想要利用他们，帮我们获得更多好处。林珊儿用那凌厉的眼眸盯着林默儿，林珊儿这丫头真是不错，本女王果然没走眼。看着对自己姐姐动怒的林珊儿，女王大人夸赞起来。而楚风之所以没有听林默儿的话，就是因为当林默儿说出那岩壁不可看的时候，楚风注意到林珊儿的表情不对，刚刚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那岩壁不仅没有蕴藏陷阱，且还给予了接下来关卡的重要提示。所以不用林默儿说，楚风也是大概知道了林默儿的打算，他就是不想楚风知道真相，从而好利用楚风。我也没想到楚风天赋如此妖孽，开始答应你将他邀请来，也只是想试一试，毕竟我们的确被困在此关多年，试一试也无妨。但是现在他既如此厉害，也许那一关他也可以闯过。珊儿，如此难得的机会，我们为何不试？林默儿问。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一关有多危险，既然明知道那一关有生命危险，为何不与他直说，还要想着骗他？林珊儿道。我若与他直说了，他当然不会照做，那你又如何获得好处？珊儿，可现在得到府内认可的却是凌霄，太古神水何其重要，却在源源不断的用在他的身上，那可都是本该属于你的，你必须尽快成长起来，才能将属于你的资源夺回来。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可以让你提升的机会，为何你不把握？林默儿说道。眼见动怒无用，林珊儿则是以相劝口问道。姐姐，楚风不是愚钝之人，你可曾想过，若是此事败露，会是何等结果？何等结果？听闻此话，林默儿则是轻蔑一笑，他的确天赋过人，可终究只是小辈，何况还是外人，就算知道真相又能如何？我们可是7届圣府的天骄，整个浩瀚修武界谁敢动我们？你既知他天赋过人，为何不与其结交，而是
只看到眼前利益。林珊又问珊儿，外人再强，与你我何干？力量唯有在自己手中，才是属于我们的。林默道，不行，楚风是我邀请来的，我需要对他负责，我们完全没必要这样去坑害他，可以告诉他实情，至于如何选择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林珊眼见软硬皆无用，便准备去找楚风，可就在此时，紫龙纹级别的结界之力立刻化作一道牢笼，将林珊与姚洛都困在了当中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见此情形，林珊大怒，珊儿，你是我的亲妹妹，姐姐绝对不会害你，这件事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做。林默此话说完，便向外面走去，是要找楚风他们。白云清则是面露怒容，但没有贸然开口，而是看向楚风。哪怕暴怒之际，他也想听从楚风的。楚风对他使了一个眼色，直接在林默之前回到了岩洞之中，且直接解除了隐藏结界。林默走出，见到楚风二人，果然没有盯着岩壁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两位公子，久等了。珊儿与洛儿姑娘呢？”楚风问。他们两个有一些事需要等一下，我先与两位公子交代，这关卡需要如何来破。接下来就由两位公子进左边的结界门，而我与珊儿还有洛儿进右边的结界门。只要我们都能顺利破解两道结界门内的阵法，自然可以顺利通过此关。林默说道：“接下来的关卡好破吗？可有生命危险？”楚风故意问道：“有些难度，但并无生命危险。楚风公子放心即可。”林默笑着说道，但很快又补充道：“但也要认真对待，绝不可大意。”我知道了。楚风说话间，取出3个玉瓶，其中一个递给了林默。默儿姑娘，这是可以提升结界之术的灵药，现在将它服下，等下事半功倍。林默目露警戒，于是将玉瓶打开，认真观察起来。默儿姑娘，打开之后可就要立刻服用，否则药效大减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自己手中的2个玉瓶分给了白云清一个，随后二人同时打开，一饮而尽。见3个玉瓶气息相同，林默这才放下戒心，将自己手中玉瓶内的液体一饮而尽。那两位公子便先进去吧。林默说道。楚风没有照做，反而对其道：“默儿姑娘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”“什么话？”林默问。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做人还是要善良一些。”楚风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林默神色顿变，不由道：“楚风公子，此话何意？”楚风没有回答，但却微微一笑，却让林默感到一阵胆寒。只是这一抹笑容，林默便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可能已经败露，于是便将结界之力释放而出，想要先发制人。可这一刻，他才察觉到自己的结界之力竟被封锁。使诈！林默意识到是刚刚服下的东西有问题。使诈！楚风淡淡一笑：“默儿姑娘，相识太短，你还不了解我楚风是一个什么人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若不是你妹妹林珊懂事，以及你刚刚因仅存的善念而补充了那一句要认真对待，那你现在便已经是个死人。你敢？”对于这句威胁，林默大怒：“我不敢。”随后楚风眼中杀意浮现，看到那抹杀意，林默顿时脸色惨白。他知道楚风说的绝不是恐吓，此人完全有杀他的胆量与本事。楚风，不要进去！忽然一声惊呼响起，原来是2道身影冲了出来，这2道身影乃是林珊与姚洛。那发出惊呼的正是林珊，但看到林珊，楚风3人皆是神色一致，随后不由认真打量起来。他们发现此时林珊的身上明明散发的是蓝龙结界之力，可是却掺杂着紫色气焰，那紫色气焰乃是血脉。可正因为那紫色气焰的交织，使得蓝龙神袍的他却获得了堪比紫龙神袍的力量，他的结界战力也提升了1品。珊儿，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血脉？林默儿看着自己的妹妹，又喜又惊。姐，我的血脉早就觉醒了一部分，但我不想告知任何人，所以只有我与洛儿知晓。林珊道：“连洛儿你都告诉你，却要瞒着我这个亲姐姐。”林默儿说这话语之中有着明显的酸气。默儿小姐，当时珊儿小姐觉醒我凑巧在场，并非她特意告知我的，而我没有告知你，也是小姐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所以我才没说的。珊儿小姐她背负了太多了，这其实让她压力很大，所以才不想让你们知晓。你也不要怪她。姚洛赶忙解释，可相比于姚洛，林珊儿却根本不理自己的姐姐，而是身形一纵，将楚风挡在了身后，随后再度看向林默，竟是对峙的目光。他了解自己姐姐的性格，决定了的事情很难动摇，若是计谋不成，便可能使用强的。见到这一幕，林默气得嘴都歪了。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们才认识多久？你就这般护着他这个外人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的结界之力都被封锁了吗？你应该保护的是你姐姐我。林默个很少对林珊发火，可现在却忍不住怒骂起来，毕竟他刚刚可是觉得自己可能会死的，他也怕死啊。这个时候自己妹妹出现，且凭借结界血脉使其结界战力提升1品吗？让他看到了生的希望。本以为自己妹妹会保护自己，可现在倒好，这妹妹竟站到了敌对的那一方，这让身为姐姐的她自然心寒。姐姐，你休要使诈！然而林珊对于林默的话竟然还不信。我这是养了一个什么妹妹啊？林默气得脸都紫了。把这个给你姐姐服下吧。楚风说话了，将一个玉瓶递给了林珊。难道说你看到楚风递过来的这个玉瓶？林珊才意识到事情好像比自己发展的要快，他的姐姐难道真的被束缚住了？本来他觉得这个时候出来，楚风又还没有进去，其姐姐的阴谋必然还没得逞的，他只要拦住其姐姐，完全可以将楚风瞒在鼓里，继续保持他们之前和谐的模样，他姐姐的印象也不会打折扣。可是现在好像与他预想的全然不同，但是他已经在短时间之内便将血脉唤醒，破开了他姐姐的牢笼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姐姐的结界之力便被封锁了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看着林珊那一脸懵逼的眼神，楚风则是笑了笑，旋即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得知事情经过，林默也是一脸惭愧，他之前只知道楚风天赋绝伦，没想到观察也如此敏锐，这让他感觉自己的手段尽显拙劣，而事实上也的确拙劣。他此时的境地已是最好的说明，所以你原谅我姐姐了。林珊看了一眼手中的解药，对楚风问：谈不上原谅，但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为难他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想坑害我
乃是事实，我需要给予他一些惩罚。楚风说道：“你想如何惩罚？”灵珊儿问。他还是担心自己姐姐的。你姐姐等一下，从右边的结界门进，我们3个从左边的结界门进。楚风说道。听楚风这样一说，那姚洛顿时变得紧张无比，甚至不由得脱了口。这不是对莫儿小姐的惩罚，是对我们的惩罚吧？林默儿更是对着楚风大怒。楚风，你要惩罚就罚我，不要找我妹妹麻烦。闭嘴，我罚的就是你。楚风说话间便想动手，强行将林默儿推入右边的结界门内。可是灵珊儿却是身形一纵，直接拦在了林默儿身前。终究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她虽不想林默儿伤害楚风，可却也不想楚风伤害林默儿。姐，我觉得楚风不会骗我们，他说这是解药，就一定是解药。但你进去之后再服用这解药吧。此话说完，他便带着姐姐来到了右边的入口。林默儿知道他已无力改变现状，于是转头看向灵珊儿，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道：“珊儿，你不要太相信这楚风，他可没有看着那么人畜无害，他卑鄙着呢。我此时的下场，难道还不是教训吗？等一下你随他进去，千万不要什么都听他的，一定要学会自保。姐姐，不用担心我。”灵珊儿此话说完，还是将其姐姐强行推入了结界门内。这道关卡较为特殊，除非成功或失败，否则无法返回。可无论失败还是成功，都需要时间，所以林默儿只要踏入其中，便无法短时间内回来。我们也动身吧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向左边的结界门走去。楚风公子，你既然刚刚都听到了，应该知道我家小姐的态度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家小姐连自己的血脉之力已有觉醒之势都展露出来，就是为了帮你。可你还要惩罚我家小姐，你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可姚洛却是埋怨起楚风，他是想与灵珊儿也一同进入林默儿刚刚踏入的结界门，毕竟他知道那道结界门内不仅可以得到好处，并且还绝对安全。这也是为何之前林默儿想诱骗楚风进入左边结界门，而他们却进入右边结界门的原因。是啊，我知道你与你家小姐是站在我这边的，正因如此，我才没有与默儿姑娘计较。但惩罚这件事，只惩罚她一个人即可。楚风笑道：“你这哪里是惩罚她，明明是惩罚我们。那道门有什么惩罚的呀？这道门才是惩罚，这道门进去九死一生的。”姚洛急得都快哭了。楚风，让洛儿去那道门吧，我随你们同行即可。灵珊儿道：“行，姚洛姑娘自己决定。”楚风说道。灵珊儿直接走入了左边那道结界门。见状，楚风与白云清也跟了进去，又有一道身影跟了进来，乃是姚洛小姐。说好的同享福共患难呢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丢下洛？姚洛竟然有些埋怨的看着灵珊儿。见到这样的姚洛，楚风倒是有些欣赏了。姚洛之前的害怕是真的，可因为他真的害怕，所以此时选择与灵珊儿共赴凶险，才需要更大的勇气。也能看出他与灵珊儿的真情。就在此时，一声怒吼自前方传来，仔细一看，他们才发现他们此时在一个巨大的岩洞世界之内，岩洞世界极大，而在岩洞世界的另一边，恐怖的尖叫与怒吼正不断传来。在那恐怖声音加持下，很快滔天的黑色气焰浮现，气焰之磅礴，滚滚翻腾间，宛如滔天海啸，以贯穿天地之姿席卷而来。对比之下，楚风等人之身躯便完几道尘埃，只要那黑焰靠近，立刻就会将他们拍得粉碎。最恐怖的是，气焰之中光影浮现，每一道光影都宛如厉鬼，张牙舞爪，狰狞无比。但楚风看得出来，那其实是阵法。现在看不出阵法的级别，但却能够感受到那些阵法的可怕。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姚洛脸都吓青了，可还是站在了灵珊儿身前，将灵珊儿拦在身后。所有人都不要等，无论如何站在原地。而楚风则是说完此话后，身形一纵，独自一人掠向了那恐怖的滔天气焰。他那渺小的身躯与那滔天气焰对比，简直就像是一只蝼蚁要跃入大海，如此不自量力，那等他的似乎就只有死亡。然而，楚风离开地面，踏入黑色气焰那一刻，那气焰内看不出具体力量的阵法，都赋予了力量蓝龙神袍之力。原来这一关也与上一道关卡一样，阵法级别是根据破阵者的实力来决定的。可是就算是蓝龙神袍的级别，那也是极其凶险，因为那是非常厉害的蓝龙神袍，并且黑色气焰之中起码有着上千万道阵法，楚风一人如何来破？此时灵珊儿蠢蠢欲动，她是想帮忙。珊儿姑娘，你若去了，是给我大哥添乱。可还不待动身，白云清便开口了。相比于灵珊儿，白云清则是信心满满，那是对楚风的自信。忽然间，阵阵轰鸣不断炸响，那黑色气焰内的光芒也是越加明亮，就像是无数雷霆在黑云之中交织一般。可是看到这一幕，三人没有担忧，白云清嘴角上扬，灵珊儿则是目露意外，而姚洛则是目瞪口呆。别看声势越发恐怖，可那黑色气焰内的危险气息却正在快速减退。没过多久，竟有极为磅礴的光点如暴雨一般飞掠而来，飞向了白云清三人的容器之中。光点太多，竟然持续了好一会才停止。我的天啊，怎么这么多啊！看着自己那容器都开始散发光芒，姚洛激动不已。他踏入古殿多次，可此次得到的修炼资源比之前所有次数加到一起都还要多得多。怎么样，两位姑娘还觉得这是惩罚吗？就在此时，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，顺声观望。楚风于远处御空而立，他仍被黑色气焰包围，可那黑色气焰则正在快速消退。这样看去，就好像楚风已经征服了那黑色气焰，别有一种特别的美感。相比于他们，楚风身边的容器光芒更盛，显然楚风得到的收获比他们要大得多得多。但在灵珊儿与姚洛眼中，楚风的光芒却比那容器还要耀眼。直到此时，他们才知道楚风说的并非反话，接受惩罚的真的是只有林默一人，至于他们得到的乃是奖励。